人一旦开悟会有多可怕？在我们的印象中，开悟似乎是一个契机，靠的是天分和机遇，而非普通人的努力。但神奇的是，中西方的各大宗教中竟然记载了同一种开悟的方法，而中国道家的一本讲修仙的古书中，竟然记载了这一方法的具体过程，并且流传到西方后，直接风靡了整个欧洲。那这个方法到底是什么呢？普通人能做到吗？新来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带您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这种修炼方式被称为沟通神灵的秘法，虽然世界各地对这一秘法的称呼不同，但核心部分都殊途同归。印度教称为冥想，佛教被称为打坐，在道教则被称为入定。那么冥想或者入定真的具有这种神奇能力吗？其实已经有科学家发现，当我们静坐放空的时候，可以让我们的大脑更加清晰，感觉更加敏锐，还可以提升自己的创造力。那么静坐为何如此神奇呢？从修炼者的角度，他会告诉你，这是因为静坐的时候，我们距离神灵更近，可以更清晰地感悟到天地自然。这种说法听起来玄之又玄，它真的有那么神奇吗？在我国道教历史上有一部非常神秘的书籍，它就是在讲述静坐的秘法。别的秘籍都是想尽办法让人修炼，而这本秘籍却说，没有足够慧根的人千万不要修炼，否则有害无益。而且这本书籍在开篇就告诉人们，此乃天地最高修行法门，只要修炼得当，别说长生不死，连成仙成圣都是小事一桩，人们可以凭此跳出三界，与宇宙同寿。如此大的口气，让人很难相信他真的具有这般神通。这本书的名字为《太乙精华宗旨》，据说是道家大能吕洞宾所著，具有通天彻地之能。后来这本书传到了西方，被翻译为《精华的秘密》，也成为西方修行者的必修课。在《太乙精华宗旨》中，太乙指的是太一，是天地初开的混沌，是最顶级最无上的意思。后面的精华有两种理解，第一种理解是光，是先天真气，而通过先天真气修炼就可以凝结出金丹，所以这里的精华也有金丹的意思。而第二种理解则认为代表了宇宙的运转法则，因为精华代表了一种类似曼陀罗花的图案，这种图案中就蕴藏着法则，所以太乙精华宗旨书名的意思，一可以解释为最顶级的修炼法门，二可以理解为最顶级的宇宙法则参悟。既然是最顶级的功法，自然不是人人都能修炼的。太乙精华宗旨告诉人们，这本秘籍没有足够慧根的人不能开悟，不是最沉静的人则不能坚持。如果没有这两种特质，建议大家不要轻易尝试，否则对魂魄皆有损害。那么这本无上的秘籍究竟说了哪些内容，又是如何指引人们修行的呢？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几乎世界所有宗教的修炼方法中都像约好了一样强调静坐的作用？更奇怪的是，现代科学也证明静坐确实有着非凡的功效。那冥想打坐真正要参悟的到底是什么？这些问题的答案在吕洞宾的《太乙精华宗旨》一书中或许能找到答案。这本书的核心是介绍静坐的秘密，通过静坐，人类可以直通神界，甚至可以超脱三界，与宇宙同寿。在这本书的第一章天心，就是在介绍打坐的基础理论。为什么我们通过静坐可以修行，可以沟通神灵呢？天心章节表示，这是因为宇宙最基础的能量是天地真气，这种气塑造了人的精神和魂魄，只有在我们进入到极静的状态时，才能感受到这种气，而这种气还是宇宙中最纯粹的能量。那些得到成仙的大能都是由最纯粹的能量构成，所以当我们进入极静之后，也更容易和他们产生连接，从而更好地理解修行之法。那么我们要如何正确打坐呢？天心部分告诉人们，想要实现快速入定，必须将精神意念集中于天心位置，也就是我们双眼之间眉心的位置，因为这里是连接宇宙真气的通道，在这里更容易感受到神灵。当我们知道如何打坐之后，太乙精华宗旨就开始了第二章的讲述，也就是元神和食神。吕祖告诉人们，芸芸众生对于天地来说就像是朝生暮死的浮游，而对于大道来说，天地也只不过是水中的泡影，转瞬即逝。所以世间万物少有永恒的存在，只有人体内的元神可以成为永恒。如何理解元神和食神呢？第二章的内容告诉人们，元神是连接宇宙本源的核心，就位于天心之上。只要我们能守住自己的元神，就能让自己永生不灭。不过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元神在修炼成功之前是非常脆弱的，我们所经历的疾病、伤害、身体损耗等等，都会让元神变得脆弱，甚至死亡。当元神死亡之时，这个人也就烟消云散了。所以修行者的修行本质上也是修炼元神，当元神足够强大之时，修炼也就成功了。不过在修炼元神的路上，有一个绊脚石一直在阻碍人们修行，这个绊脚石就是食神。食
食神位于我们心脏的位置，它最容易受外界因素所影响，贪嗔痴欲爱憎等等各种情绪都会让食神陷入疯狂，让人无法安静下来，自然也难以修炼。在人刚出生的时候，元神和食神是一样的，然而随着人类潜移默化被物欲影响，食神就会变得越来越强大，从而汲取了元神的能量，让元神越来越弱小，甚至会因食神的压榨而死于非命。所以修行者修炼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修行元神，消灭食神，这样才能够让自己永生不死，跳出三界之外。那么如何才能修炼元神呢？这里就必须提到一个词，回光守中。太乙精华宗旨专门用一篇的内容来介绍这一个词，足见其重要性。人一旦开悟会有多可怕？道家修仙秘籍揭秘开悟的核心秘密，古人参悟成仙的真相，普通人修炼元神的终极法门。道家这本奇书到底讲了什么内容呢？这本奇书就是《太乙精华宗旨》，据说是道家吕祖传授的修炼法门。修行者苦修一生，核心的一点是修炼元神，保证元神不灭，就能实现永生。而想要修炼元神，需要懂得回光守中。回光指的是凝聚天地之气。刚开始回光的时候，人们会感觉体内有一股十分缥缈、似有似无的气体。当我们坚持下来之后，就会感觉天地之气越来越凝练，甚至可以达到无中生有的地步。这个时候，人们就能感觉到体内出现一点真元，它像是一颗米粒大小的光珠，但却十分纯练夺目。所以回光之法就是修炼的法诀，将无数的天地之气凝练于自身体内，让自己越来越纯粹。佛门中的观心、孔子的致知、老子的内观，说的都是回光之法。不过需要清楚的是，回光之法必须坚持，因为凝练出的真气就位于天心处，它会随着双眼的运动向外发泄。如果3天打鱼2天晒网，凝练出来的真气就会消散于无形，也就无法达到修炼的效果了。就像普通人，大部分人静坐的时候只是放空自己，或者反思一下自己的行为，却从来没有进入到回光这一步。更何况大部分人都无法坚持，别说每天2-3个时辰，就算每天10几分钟，恐怕也是一件难事。不过这也怪不得人们，对于普通人而言，每天为了生存就已经累得半死，谁还有心思去修炼呢？即便真正的修炼可以更好的帮助人去休息，但进入修炼的过程却是大多数人无法坚持下来的。那么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人更快进入静坐状态吗？吕祖告诉人们，这需要学会调息之法。很多人无法静坐，是因为内心杂念太多，总想着发生过或者未发生的事情，一念即为一动，一动就会产生气息，扰乱人们的修行。所以必须学会调息，才能更好的入定。如何调息呢？这里有一个小窍门，那就是放空自己的思想，将精神集中于耳朵，用耳朵去听自己的呼吸声。将这个过程坚持下去，过一段时间，你的耳朵就会听不到自己的呼吸声，此时你就进入了静坐状态。在静坐状态下，人们可以更好的进行回光，凝练自己的先天真气，壮大自己的元神，压制甚至消灭食神。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需要注意守中，也就是守住自己的元神，守住自己的天心位置。因为外界的万事万物都在干扰我们的修行，比如我们静坐中听到别人的谈话，受到外界的诱惑，或者因外物产生情绪，我们的守中就失败了，我们的静坐修炼也就失败了。这种失败1次2次或许看不出什么影响，但次数多了就会留下隐患，堵塞我们的修行之路。所以修行者修行时往往会寻找一个密室，又或者人迹罕至的深山密林之中，这样才能更好的回光守中，更好的修行。关于成仙与长生不老太过玄学，大家当故事听听就好，不要太过当真。但抛开修行的目的，单论静心的这个过程，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还是十分必要的。我们生活在一个丰富的世界中，一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为了避免被卷入信息的洪流中，保持精神上的独立清醒是十分必要的。这有利于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坚定地走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看到这里，您有什么想说的呢？欢迎留言讨论，我们下期再见。